我的问题是，请和我进行一个小小的游戏。大部分你都已经做到了，还是想要在大家的见证下对彼此说出一些承诺，你愿意吗？我愿意。1个月再忙也要至少见到2面。我愿意。半年至少出去旅行1次。我愿意。出门必须要牵手。我愿意。保持分享欲，彼此间要分享心情。我愿意。有需求一定要及时向我表达。我愿意。如果发生矛盾，双方一定要说不开心的点在哪里。我愿意。倡导非暴力沟通，我们说过不说伤人的话。我愿意。要陪我看电影或者动画片。我愿意。不许有怨言。我愿意。不强迫彼此做不喜欢的事情。我愿意。请多多的赞美对方，不要忽视感受。我愿意。最后还有一点，对我们的未来有100分的信心。我愿意。我愿意。OK。你愿意吗？我愿意。下面我想用留言的方式来进行。Hello， 胡一阳，你好，我是张兆宇，很熟悉吧这句话？你应该很好奇吧？为什么我会说你像洋葱？是因为在无数次情不自禁被你吸引，想要向你靠近时，总会想要掉下眼泪。更是因为对你的了解像剥洋葱一般，需要一层一层不断的剥开外壳，才能看到你其中最真实的模样。表白日结束后，大家在一起录了大课间。待在新疆的最后几天里，你开始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了。会告诉我你的心事和秘密，会在早晨发现我不在化妆间时跑来民宿门口给我送早饭，会在我的房间里和我闲聊，聊到深夜也不走，会开始问我的想法，会让我靠在你的肩膀上休息。这种回应一时间让我有些害羞。从机场离开的时候，你说你在走的时候匆忙给我了一个拥抱，但是当时我都忘记了，后面才回过神来。不过我想真好，这颗洋葱终于被我剥开了一层。你的真诚总在很多时候打动我，真正的信守了承诺，率先来找我。以我们那时的暧昧关系，我不知道该怎么正常面对你，于是同样紧张的你选择了安抚我。我们见了很多面，我带你逛了厦大，已经在学校里面了，但是我们变成了落汤鸡。你也同样带我逛了深大，带我逛了深圳挤出你最得意的地方。我们现在在深圳吃饭，将这段感情的节奏放缓，我们一点一点来。喜欢你的过程中，我仍然想坚持我自己的本心，所以在深圳湾吹完了晚风打道回府的时候，我和你说，我心中良好的爱情应该是像舒婷的志向树一样，以树的形式并肩站立在一起。你告诉我你也差不多，我知道第2层洋葱皮也被我剥脱了。之后我们的相处更加的轻松，登顶梧桐山看了一场难忘的日落，太爽了吧！后面又见了很多面，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在北京的胡同里来回穿梭，中途还跳了一阵广场舞。我们间的语音通话时间越来越长，见面次数越来越多。你真的变了，变得会直接向我表达好感和你的想念。最后一层洋葱皮也被我剥掉了。我看到了你的内心世界和你对我的全心全意，你就是我心中的满分男友。你对我的爱竟然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直接，还要浓烈，还要满。哇！谢谢你实现了我的神灯心愿，让我拥有了一段心动又健康双向的恋爱。还有，哎呀，抱抱你吧，嘿嘿。然后还会给你画了一个画，每次都要给你送一幅画，这次也沿用至今吧。262是他对社交、恋人还有独处的一个打分，然后我是163。来，这最重要的表白信。哇！这封信其实很早就开始写了，我之前写了一封道歉信。一不小心就写出了很多对你的表白，现在让我继续来完成这封信。亲爱的张兆宇，我很喜欢你，但我一直欠你一个正式的表白。对于我们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我真的十分感谢，也十分庆幸，在下了节目之后能有更多的时间来了解你，跟你经历了更多的事情，能看到你更多美好之处，我深感荣幸。
同时也让我坚定地为自己对你的喜欢打上了全肯定。而另一方面，我总是想回到过去，回到所有在节目里令你伤心的时候，弥补当时我所做不到的，所欠缺你的。跟你聊天的时候，你偶然讲到过我让你伤心了4次，所以说，今天我想向你表白，请收听我的表白4件套。第1件，缘分。说起来缘分，似乎有1万个巧合在我们身上发生。我的农历生日跟你心里的一样。第一次去厦门旅游，在南普陀寺对着铁塔拍了一张照片，恰好拍到了你最爱去的自习室，而那天你刚好在准备一个乐队演出。我的妈！水晶球约会，我们不约而同的在倒数第2个，以同样的理由选中了彼此。前往目的地的路上，用手机拍下了同样的风景，同一棵树。掉进湖里面，日记本里唯有对你的道歉信没有被水浸湿，很巧合。还有许多，所以说很感慨。这可能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命中注定缘分深刻。即便我也时常为命运而惊讶，但我也当然明白我真正应该感激的是谁，那个愿意在我身边停留，等到我发现其实早就已经离不开他的人。于是我不再那么崇拜命运，而我只想珍惜与你一起的每一秒。我猜我们之间有一种引力，让我毫无保留，也总是按耐不住地向你靠近。之前你说过很害怕你的不主动会让我后退，也很害怕关于节目外的舆论会让我后退。但是我想说，亲爱的，请不要担心，你就是我要锁定的唯一。张兆宇，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张兆宇，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我愿意。第2章，做自己。在爱情里面，做自己是一个很深的课题。人们总是需要为对方迁就，试图把彼此融进同一个内核。但是很幸运，我们并不用为彼此改变什么。你只是打开了我的心，看看里面有些什么，然后对我说：“那很好，我们走吧。”不论是鼓楼旁边的广场，还是南湖公园的游船，还有许多我们以后会一起牵手到访的地方。任何跟你在一块的时候，我都可以用心的做我自己。我可以呆呆的，却不用担心苛责；丧丧的，却不用面对焦虑。看电影不怕坐不到中间，吃美食不怕吃到黑暗料理，爬山不怕太高太陡，下雨天不怕没带雨伞。伤心小胡也不必变成开心小胡，他可以继续维持他淡淡的忧郁，因为有你在，幸福总是占了大多数。其实从前我觉得有许多想象不切实际，但现在似乎有了可能。也有时候我总是觉得世界太嘈杂太混乱，我只想独处，我只想独处，我只想独处，和你，和你。张兆宇，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我愿意。我愿意。天哪！第3章，天下无双。以前说起天下无双，我把那当作完美的契合，但现在说起天下无双，我把它解释为我愿意，你也愿意。我很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不只是因为我喜欢你。我很愿意为你背包，我愿意帮你拍照，我很愿意经常去厦门，我很愿意和你说任何事情，从日常琐事到自由和梦想，是因为你也愿意跟我分享你的生命感想，让我每一天都对你有更深的了解。我愿意付出，是因为你也愿意。之前网友说我这种人以后当狗最狠了，不是因为其他，是因为你也跟我一样，追求独立与平等，人格上的平等，让我们都有能力为彼此优先于为自己。但是鉴于在节目里我真的欠你太多，回到线下我会努力还债的。现在回看依旧充满感激，弯弯绕绕之后，我居然真的找到了我想要的张兆宇版本的天下无双。从前没讲，今天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张兆宇，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我愿意。
最后一张，对伤心小福。其实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在遇见你和遇见怦然之前，我的大学度过了蛮长一段低谷期。我总是很犹豫，面对任何事情都想得太多，但是做得太少，连自己的日常生活也经营得一团糟。不夸张地说，你就像是一道光照进了我的生命，但这并不代表救赎和依赖，反而是一种成长。遇见你让我感觉我似乎也能开始早睡早起，好好吃饭，好好经营我的生活，活在当下，变得轻松且愉快。那个潮湿的阴雨季迎来了它的第一次天晴。面对爱情，从前我总是会顾虑太多，我总是会设想永久，然后给它钉上条条框框。而你说你愿意谈一段注定分手的爱情，是因为你要更珍惜当下。于是我也开始明白，我必须珍惜你还喜欢我的每一天，并做好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真的是一个很会爱人的人，你有善良的心、高尚的三观、美好的品德。你不依附，而是独立；你不矫情，而是宽怀。我并不想把任何人评价得太高，但是无奈，这些美好之事就是为你而命名。非常感谢这些你给我带来的新知识、新观念以及爱人的能力。不管你之前的感情是怎么样的，不管世界上又有多少个爱你的人，在当下，我只想努力成为最会爱你的那一个。我只想努力成为最会爱你的那一个。你的粉丝们总说他们比我更先爱上你，但我想说，他们对你的爱肯定没有我深刻。所以说，大家不要再来和我抢点点了。最后我没有什么要说的话了，也想不出什么浪漫的话了。但是即便如此，张兆宇，我喜欢你。今天过后，你愿意继续和我在一起吗？今天过后，你愿意继续和我在一起吗？我愿意。其实不是表白4件套吗？其实我准备了4件套。第一件套就是那封信，然后第二个是我跟你的无数张神图的拼图，第3个是因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缘分是水晶球。所以说我去水晶店里面跟我妈一起挑了一个水晶手串，是根据你的生日挑的，太喜欢了。然后最后这一个小盆栽，是之前你来深圳的时候送了我一盆铁树。铁树？你说铁树不会开花，我拿回去养了很久，它到现在还没死，但是我确实发现它确实不会开花。所以说今天这个是一盆多肉，我感觉它更能代表我，就是可能外面有一些刺，但是它本身就是一朵花了。其实我给你准备花，让我给忘了。现在我再送你一束花。谢谢。看那个玩，我现在能一直看微信。给我一个呗，我不行，我牙齿在打颤。你先 P 上，你先 P 上。等一下，不好意思，我搞一下发型。OOTD 全无。好，我现在给小新写了一封信，这个信我写的不是很长，但是呢用心了，用很大的心意。Hello， 小新，我是恩。其实关于这封信，我想了很久，我总是打开又关闭备忘录，循环了很久很久。因为我跟你想说的话，真的很多，多到我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说起。是从最开始的我可以邀请你跳一支舞开始说起呢，还是从另一个开始的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开始说起呢？从这句话到现在已经103天了。哇！也恭喜你打破了我这个恋爱只有1个月的魔咒。
我俩很棒，我很棒，你也是。在首尔和波士顿13小时的时差中，我们到底是怎样度过的呢？我觉得是藏在收到消息不自觉上翘的嘴角中，也藏在无数个分钟、小时里的电话中，也藏在一遍又一遍的我想你中，还藏在我悄悄搜寻有关你的视频中。但其实爱意早已在四处悄悄蔓延，蔓延到我们身边的朋友都能感觉到我们的不对劲。然后呢，在节目下面，你的一个春假，你从波士顿飞到了上海，然后我们在上海见了面。从波士顿飞往上海的那10几个小时的飞机上，你在想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我总是会反复查看时间，算着还有几个小时、几分钟落地，还有多久能见到你。我因为总是会错过闹钟，所以说我给你设置了一个小任务，就是回首尔之后让你叫我起床去上课。但我总是听不到电话的声音，所以说你总是打了很多个电话打给我，即使那个时候你在外面，即使那个时候你在和朋友们吃饭，即使那个时候我们俩的关系还不能告诉朋友们。我最开始其实并不觉得异国是什么大事，在节目里面的时候，我只能说这个还是不知者无畏了。就我觉得思念这个东西真的比我想象要难熬了10倍、100倍、1000倍吧。说实话呢，在我第一次说出我爱你这3个字的时候，你应该永远都不会想到我做了多少的心理准备，因为我是一个不太能够擅长表达我自己爱意的人，我也不太能够说出很肉麻的话，我总是想要说，用一些比如说很酷的外表也好，或者很面无表情的状态去接收到一些比如说温情的时刻，或者说一些让我觉得很心动的瞬间。所以说呢，即使不在你身边，我也总是很想要贪心的想要让你的日常生活都能想起我。于是我现在在慢慢替换你经常陪伴你日常的东西。这次是我们都知道刘志新经常在各种时候戴他的那副耳机，所以这次送你的是耳机。哇，谢谢。所以希望你在戴这个耳机的时候也要想到我。我会的。然后关于这一切，我也要对你说，刘志新，真的辛苦了。刘志新，我很爱你。刘志新，我很爱你。然后还没完。以上全部是恩恩想对你说的话。那么接下来，恩恩的朋友们也有一些话想要对你说，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大屏幕。Hello， 大家好，我是恩恩的好朋友恩心 YYDS。小新，那我们恩恩其实是特别美好的一个女孩，特别希望你们俩能手牵着手，一起好好的走下去。嗨，小新，日后的相处里，你也可以用实际行动，全力去对我们恩恩好。刘志新，你必须对我们恩恩好啊！祝恩心久久。真的找不到比他更好了。刘志新，你要对姚家园好一点，要不然我没有让这个姚家园赢的话，你知道我会把桌给掀了。怎么所有人都在警告我呀？恩心久久。恩心是真的。怎么进厕所了？恩心99，让姚家园一直赢，然后祝你多交违约金。祝你以后带恩心泰语不需要协商。不多说了，恩夫你憨爆了，拜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所有人。这些你的朋友们都好眼熟啊，感觉也都是我的朋友们。当然能认识啊。那就轮到我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好 X， 今天是2025年12月23号，我正在从波士顿前往韩国转机的飞机上 ，Korean Air KE092 航班。等会儿一落地就要参加我的第2次面试了，虽然有点仓促，但是如果顺利，我应该会成为《怦然心动》第5季的嘉宾。我想记录一下现在的心情，
我是一个很喜欢幻想的人，虽然现在都没有确定可以上这个节目，但是我会提前把自己带入到角色中，尤其是现在在飞机上没事儿干，这个环境非常适合我幻想。我会在这个节目上遇到喜欢的人吗？她会是什么类型的女生呢？如果遇到了，这个人又会喜欢上我吗？不管怎样，最让我感到神奇的还是，或许在未来1个月里，我会遇到一个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而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却身处在2个平行世界，彼此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互不相识，甚至如果面试我没过，我们都永远无法认识。哎，现在一切都好未知，不幻想了，把自己都想累了，再睡会儿吧，说不定睡醒就到目的地了。砰！餐车撞到了我伸在过道的腿，睁开眼我又醒了。空姐叽里呱啦说了句韩语，我也没听懂，可能是表示抱歉吧。好无聊，我又要开始想了。和我喜欢的人参加了一趟浪漫的旅行，谈上了一场甜甜的恋爱，甚至想到入境了韩国，这个我转机了5、6次但从未进入的国家。去汉江吃了泡面，去汉南洞打卡拍照，还去到了首尔的一个大学——延世大学。哈哈，命运就是如此的有意思。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我正在从波士顿前往首尔转机的飞机上 ，Korean Air KE092。这一次不再是幻想，而是回忆。我的人生真的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也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姚家园，那个我一遍一遍幻想的人，原来一直都在这趟航班的终点。我爱你。哎呀，哎呀，我爱你。哎呀。有心了。然后，其实很遗憾，就是你过生日的时候，我并没有陪在你身边。然后这个礼物也是因为有一次在节目转场的时候，你有个项链不是解不开了吗？然后我当时就说大话，我说我要是给你解不开，我就送你一个更好的。然后现在这个就是那个更好的，来，我给你戴上吧。哇，甜蜜啊！恩心九九，恩心九九。哎，一下就戴上了。哎呦，怎么样？我太看看，好我看看。这个不是，没错，我们最后真的在一起了。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陪伴和喜爱，我们从怦然杀青了，我们现实里见。OK。我的那个耳机也是光荣退休了。我先。写的是不是也没有那么拉？你好，我的男朋友潘伟轩。你好，我的男朋友潘伟轩。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103天。哇！前天你才交了毕业论文，恭喜你要毕业了。今天呢，站在这里，其实我也准备了一份小论文给你。这个论文就是关于契约与潘伟轩早就相遇100次的不完全记录。哦，那你上来一下，你拿这个。哇！妹妹你先别看。现在你来说这里是哪里，我来给你讲里面的故事。流鼻涕了，等一下。这是那个正裕铜楼外面对吧？啊，这个是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个酒店，是你大一常常住的地方，也是我在开学前后那段过渡的时期经常落脚的地方。我们一定会在工作人员的眼睛里相遇过。哦。这就是大学站。对，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地方，这是我们走过上百次的地方，也肯定也遇到过上百次吧。
那就是旁边的71。对，这是离学校最近的71。我喜欢在里面买柠檬茶，然后你喜欢在里面买水。也许我们某天下课的时候，就有可能站在货架的两边。这是校里面的篮球场。你经常跟我说，你可能大学的期间很喜欢去学校的体育场。我有没有告诉你，就是我经过这个体育场的时候，经常往里面张望，经常感叹里面的人好青春。你当时有没有被我看到呢？应该没有，估计。怎么这么诚实啊？大3之后没去过了。懒惰的学弟，大3以后懒惰的学弟，懒惰的学弟。这是那个餐厅是吧？书店的餐厅。对对，就是在准备演讲的时候，或者然后还是披个毯子吧。然后这是我上过课的教室，对吧？这是我上过课的教室。好。这个下面那张是你上过课的教室。我们上课的教室就在同一楼的同一层，隔着一间教室中间。然后这是阳台。我跟你说过，我喜欢上课上到一半偷偷跑出来透气的阳台。你说你没有注意过这里，但是可能会经过。那你有可能就看到过我，只是那时候你不知道。时间会向前推进，会把我推到你面前的，会把我推到你面前的。好伟大的正缘，缘分啊！红线比钢筋都硬。我觉得我们的缘分就不是轰轰烈烈的命中注定，而是早就向彼此走了几千几万步。直到最后，走到我们最适合相遇的那个时刻。节目播出以后，我们开始被很多人看到，面对各种各样的评价。但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你对我所有的好就不是特意让别人看到的，你不会因为我爱喝奶茶就每天给我喝奶茶，而是一遍一遍的对我说那些不能再喝奶茶的原因。生活里，你就变成了那个捂住我耳朵的人，固执的守护着我们作为普通情侣的普通日常，让我相信看到的你就是全部的你，最真实的你。同样回到现实生活里，你也是知道的，我是一个很坚强、很有决心的人。如果你这次惹了我，我就不会给你任何后悔的机会，因为和我谈恋爱就是会很开心。如果你遇到开心的事，无论什么事情，我也会为你开心。但是如果你有生气的事，我就会陪你一起生气。我们胃口都很好，吃什么都很香。我们也可以每天晚上去散步，我也会无所事事的窝在家里。我们肯定会吵架，但我们也很擅长于重归于好。但是如果你敢再惹哭我，你也必须得花更多的心思来哄我。总而言之，就是你完蛋了，因为我永远会让你觉得遇见我很好，和我在一起就很幸福。当然，你也是，和你也是，你也是，和你也是。这个就是我给他挑的领带，但其实他跟我说他其实不是很爱戴领带，因为他觉得戴着显脖子短，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份礼物的意义在于我们在11月份也是我们的毕业典礼的时间，肯定是要戴领带的，所以想把这份礼物送给你。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学会系领带，但是我一定会在11月份为你亲自系领带的，亲自系领带的。学姐好会啊！学弟应该也不赖的感觉，学弟应该也不赖的感觉。学弟来吗？哦，你帮我戴耳机。王轩要上战场吗？这趟旅行我重复了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值得，因为抛开一切的一切，这趟旅程真的很幸福，遇到所有人，
但接下来的这段话，我想献给这个值得一词最大的贡献者七月。是你让这个值得到今天还一直在延续。我的信也不太长，因为你总说我线下话很多，所以呢，我就保持我的人设，话少一点吧。过去的几个月，我们一起去了2月的香港、哈尔滨，3月的北京和首尔，4月的长春，还有5月的南京。当时我的约定已经实现了大半，当然我觉得还是不够。这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一直黏在一起，彻底的进入了对方的生活。但我总觉得，只要你愿意，我就会想一直黏着你，更加了解你。但我最想的就是可以好好的一直陪着对方，不需要太多的纷纷扰扰，简单幸福就好。我也很享受每个在一起的瞬间，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就比如说你对我撒娇，或者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我帮你吹头发的时候，又或者是各种各样我们走在路上简单的聊天唱歌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探索更多的事情，同时也能重温一起的各种记忆，感觉这就是幸福吧。你懂我，我也懂你的默契。节目结束的时候我说过，不去担忧未来，也不会为过去遗憾，但现在我觉得我会向往未来，感谢过去，坚定的希望能让你在我身边一直开开心心的走下去。七月，谢谢你，我爱你。七月，谢谢你，我爱你。怦然心动20岁冬季篇就到这里了，大家一起看烟花吧！还好吗？我还好。感觉真的要结束了。过来啊，过来。拍照了。还有最后一段，还记得第2期的时候，当时我不知道以什么身份才可以把大家的礼物买给你，只记得那天晚上看着你戴着蝴蝶耳环，表达各种情绪的样子，我就想，如果我能买给你就好了，因为没有人会不想送心爱的女生好看的东西。